The sky is the limit. 天空将是它的天花板。大家好，我是航哥，新加坡汇利证券的股票经纪、投资理财顾问，汇利 Nova 的期货外汇代表，也是新交所学院的讲师。今天是2026年3月7号，星期六，给大家录本期的视频。新朋友请点击关注频道，以免错过未来的持续更新。如果说你想要加入我的5个 WhatsApp Broadcast Channel 当中，获得第一手的股票资讯，比别人更早的收到股票的信息，请通过扫描视频上方的二维码，或者是视频下方的 Google Form 的链接来找我开一个汇利证券的股票账户。那开户是免费的，开完户之后做任意的2笔交易就可以 qualify。 在过去的一周，中东局势冲突愈演愈烈，那对于全球的股市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所以在这个大环境之下，那我们来回顾一下在过去的一周新加坡的股市的具体表现如何，有哪些板块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又有哪些板块呢得到了一些利好，那以及在接下来的一周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OK， 那今天的视频我们继续来探讨新加坡的股市。 Let's go。好，那我们先来看过去一周新加坡股市的整体的表现。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海峡时报指数30只成分股，以及这个黄色就是海峡时报指数。你可以看到海峡时报指数在过去的一周下跌了 2.94%， 那接近 3% 的一个大幅度的一个下跌回调。那其中哪些板块表现的比较亮眼？大家可以看到30只成分股当中只有2只股票那出现了一个正向的增长。第一个股票就是 ST Engineering， 那就是属于国防科技股，那上涨了接近 10%，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增长。那排名第二就是 DFLG， 上涨了 3.58%， 所以基本上受到的影响是一个偏向利好的一个走势。那哪些受到影响最大？你可以看到 GMH、USD 还有 SIA 以及 ATS。 大家知道中东局势的持续升级对于航运、对于航空业方面整影响是巨大的，然后再加上一些像 CT Development 还有 Cable Corp、UOL 还有 Capital Line Investment， 这些很多是关于房地产方面的一些这个股票都受到了一定的波及。 OK， 那对于大家非常关注的像 REITs 方面，其实它的展现出了一个很强的一个韧性，并没有跌幅太多。那对于大家还是比较关心的像银行股，像 DBS 整体下跌了 3.7%， UOB 下跌了 2.43%， 那 OCBC 是下跌了 2.85%。 那从盘面上来看，等一下我们会重点再去讲一下新加坡的银行股的整体表现。那 OCBC 依然坚挺，那 UOB 和 DBS 底部已经开始出现我们的超卖红柱以及或者是超卖黑柱这样的一个现象。那随着中东局势的持续的愈演愈烈，那更多的资金、国际的资本可能从中东往新加坡这边转移，那主要还是因为资本是想要寻求一个那政治更加稳定、那没有战争、更加和平、更加安全的一个地方，那法律法规又比较透明，那首选哪里呢？就是新加坡。所以在接下来那可能有更多的资本流向新加坡。那第一个关口他们说那你肯定是要进到银行系统，所以本地的3大银行股大家可能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要好好的去关注一下。如果说出现它的底部出现这种超卖的红柱转成黑柱，进入到一个反弹的一个趋势开启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去关注这方面。 OK， 这个是海指30只成分股，这些都是一些龙头的股票。那现在让我们再来看一看新加坡 Next 50的这个指数，那其中就是50只成分股当中，大家可以看到那走势相对来说稍微有所分化。那50只里面上涨呢大概是有7只左右，7只是上涨，然后剩下呢那40多只基本上都是一个下跌的一个走势。那上涨代表性的是 First Resources 还有 GeoEnergy Resources。通过他们的名字大家应该可以理解他们做的这个生意是根据什么资源相关的。你像 First Resources 他们做的是属于棕榈油的业务，棕榈油有可能成为柴油的一些替代，所以生物原油你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石油的价格持续高涨，市场就寻求那用生物这个原油去代替一些化石能源。所以像 First Resources 在本周收涨了 15.6%。 那第二个 Resources 就 GeoEnergy Resources 它是
做煤炭这方面的，那当然这个石油的价格越来越高，那市场可能说这个煤炭的这个焦点可能会重新被大家所看好。所以像前面的2个 resources 基本上就有10%以上的一个涨幅。那下面的一些股票你可以看到，像 Golden Agree Resources 也是涨了 1.75%， 所以整个带 resources 的这些股票都是属于一个在本周这一个增长的一个状态。那再来看就是引领这个 Next 50股指下行的那个Top 3， 一个是 Yellow Land， 一个是 Purple Next， 另外一个是扬子江反南秀，所以整个这3只股票基本上是引领了整个的 Next 50的一个回调。所以我们在接下来如何能够继续的去关注新加坡的股票，那应该是关注哪些板块？我们来到我们今天给大家选取的这些股票。好，今天帮大家选取了一些股票来重点的分析。那首先我们先来看海峡时报指数，也就是大盘的整体的表现。那在过去的一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盘面大盘已经从我们的一个右侧交易已经变成了一个左侧的交易，尤其是跌破了4900点这样的一个大关之后，就变出了一个左侧。那至于一些新的朋友，如果说还不太了解航哥说的左侧交易和右侧交易，欢迎翻翻看我们每周3的这个 YouTube 的直播回放。 OK， 好，那海峡时报指数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左侧，那下方支撑点在4800点也是摇摇欲坠，如果说能够在接下来跌破4800点，那可能就是奔着这个4700点的方向去迈进。这个4700点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位。那为什么这么说？因为4700点是我们周线图上面的一个支撑点，所以如果说跌破4700点，那就是说它的一个长期的趋势就变成了我们的一个左侧交易，所以可能有更大的一个下行的一个空间。所以目前来说还有一线希望，那就是在4700点。 OK， 那我们现在再回到这个周日线图方面，那现在4800点希望能够在此获得一样的一个支撑，如果说能够支撑住，那还有望继续出现一个反弹的一个走势。这是大盘的一个走势，那我们再来看紧跟大盘表现非常紧密的，那就是什么是属于我们的海指挂牌基金。那这个海指挂牌基金在本周已经跌破了第一个支撑点，也就是在 4.90 左右，也跌破了第二个，也就是我们的60日均线在 4.855， 那整个就呈现出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左侧的一个交易过程当中，所以更大的是对于整个盘面上的一个影响， SDI ETF 可能会进入到了一个继续下调或者是一个回撤的这样的一个走势的过程，所以大家要注意了，对于海指的整体的表现，那可能是继续的下行为主。 OK，好，那在整个的上周表现里面，刚才也跟大家提到了银行股的表现走势稍微有所分化，是因为 OCBC 目前来说还依然坚挺的在我们的一个右侧的交易，还依然是在我们的绿色丝带以及60日均线之上，所以现在就要看它下方的支撑 20.5 能不能支撑住，如果说支撑不住，那就变成了左侧，那整个就会出现一个继续下行的一个趋势。但是如果说能够在 20.5 获得一个很好的支撑，那也不排除能够出现一个震荡继续反弹的一波的行情。OK， 这是 OCBC。 那 DBS 目前来说进入到了一个左侧之后，跌破了前面的一个新低，所以这只股票我们在上周的视频当中有提醒大家注意它的下行风险，也就是一旦跌破这个 56.8 也是前期的低点之后更多的下行，那的确是在本周跌破了 56.8， 那收在了55块。现在好的点是在于这只股票下方已经出现了2次的这种超卖的红柱，那说明什么？说明它的下方有可能在它出现一个超卖黑柱的情况之下，有可能筑底企稳。所以如果说能够在下周出现这个超卖的黑柱，会在第一时间
给大家群发。所以如果说你还不是我的这个客户，还不在我的 WhatsApp Broadcast Channel 当中的话，那赶紧来通过这个扫描视频上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我的 Official WhatsApp 8941158789411587来联系我，开一个汇利证券的股票账户。那开完户之后做任意的2笔交易就可以 qualify。 OK， 那当我看到它盘面发生这种变化，我就会第一时间在我的 WhatsApp Broadcast Channel 当中给大家群发。这个是 DBS， 我们就是在等它出现什么一个超卖黑柱。好，再来看 UOB， 目前来说，大华银行它在左侧的下调过程当中，这家这个银行在持续的做一个什么动作呢？票回购。所以目前来说，股票回购出现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那就是下方已经出现了一个这种超卖的黑柱，这个是作为我们左侧抄底的一个第一个指标，那就是我们第一个入仓点的一个信号。所以这只股票已经出现有筑底企稳的一个苗头，所以大家也可以把目光好好的去关注大华银行的走势。所以今天也跟大家说了，更多的资本从中东流入到新加坡，第一个要进入的这个领域，那肯定就是银行。你怎么转这个资金呢，肯定是要经过银行，所以这个银行在接下来大家可以好的去看一看。那还有刚才跟大家说了，新科工程目前是一个国防股，在天下大乱的局势之下，国防股依然可以重点的去关注。那新科工程依然是在我们的一个右侧的交易过程当中，那下方的一个支撑是在9.8块，那上方还有一个支撑是它刚刚突破的这样的高点，也就是在10.4块左右，整体呈现一个继续上行的趋势，这个趋势也是非常的一目了然。好 ，DFIRG 目前来说还依然坚挺，业绩公布之后，股价继续的拉升，现在依然是在我们的一个右侧的一个交易过程当中。那下方可能是有一个支撑是在4.3块，也就是刚刚突破的这样的一个高点，那有望在这个高点回踩之后继续上行。下方有一个支撑是在4块，这个是我们的移动的支撑点位，所以4块到4.3块可能是它当前一个强有力的一个支撑区间，所以只要没有跌破，那整体还是呈现上行。OK， 那我们再来看上周表现非常好的就是易资源 First Resources， 那整体是突破了之前的高点 2.37， 那继续的上行，那展现出了我们什么呢？ The sky is the limit， 天空将是它的天花板，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走势表现是非常的强劲，在接下来还可以重点的去关注它的一个走势。那另外一个 resources Geo Energy Resources 在本周也是突破了 0.450 这样的一个阻力点，那继续的上行。那现在下方的一个支撑就是 0.450， 那上方的一个阻力是在 0.520。 OK， 那下方还有一个支撑是在 0.395， 也就是它近期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双底是 0.395， 所以整体呈现一个继续上行，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一个右侧。所以这个是根据我们在上周表现是非常不错的一些股票，在接下来还可以重点的去关注的这些的股票。那最后的3只呢，我们是选取的，一只是上周也跟大家说了，全球冲突加剧，对于是原油的一个持续上升，那油气股大家可以重点的去关注。那像 RH Petrogas 在本周获得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拉升，那目前来说油价持续走高，那对于油气股依然可以持续的关注。那像 RH Petrogas 本身这个支撑点现在是在 0.190， 刚刚突破之前的一个高点是 0.210， 所以介于这个 0.190 到 0.210 之间是它当前的一个支撑点位，所以整体已然进入到我们的右侧，还依然是一个向上走的一个趋势。那另外一只油气股 Rex International， 这只股票也是这个在本周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拉升，下方的支撑点一个是在 0.165 左右，另外一个是在刚刚突破的这样的一个高点 0.163， 所以这个是一个强有力的一个支撑，那整体呈现一个继续上冲的一个走势。那上方的阻力点可能就是在 0.2 到 0.230 0.205 这样的一个阻力和 0.230 这样的一个阻力，所以这是上方的一个阻力，但整体随着油价的持续走高，利好油气股的整体的表现。
那最后一只股票是我们一个 penny stock， 这只 penny stock 为什么跟大家说呢？是因为在周五的收盘异常的强劲，因为周五的收盘收在了近期的一个高点的附近，所以收盘强劲，那在接下来的一周，可能周一的开盘就可能有一个怎么说跳空高开高走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在接下来可能好好的去关注这只股票的整体的表现。那下方的支撑点在哪里？一个是在 0.059， 是它刚刚突破的这样的一个高点，那这个高点就变成当前的一个支撑点，在这个支撑点也获得了一个回踩确认。大家可以看到获得了一个回踩确认，这一次的拉升突破了一个什么 0.071 的一个这个高点的阻力，在下周有可能继续延续它的一个上冲的一个走势，所以这个股票在下周也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么多股票，那我们基本上是按照几个板块来跟大家分析的。第一个是银行股的板块，那有望出现一个触底反弹、一个企稳的现象。原因是因为中东的资本有可能向新加坡这边涌入。那第二个的板块属于替代能源方面，无论是棕榈油或者是煤炭方面的 resources 的这一块。另外一个板块是国防军工股，可以继续的关注。那另外一个板块是属于油气股，在石油价格的持续高涨的带动之下，依然出现这样一个坚挺的行情。OK， 所以这个是本期视频跟大家聊的主要的内容。如果说有您正在关注或者正在关心的股票，请在评论区打出来他们的名字。OK，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这样，祝大家周末愉快，咱们下期见。